Round 2。圣诞的钟声已经响起，雪花飘落，温暖的节日正在上演。欢迎来到这个充满奇迹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迎接圣诞的美好吧。来看今天的影片。东北农村零下32度到底有多冷？真的是滴水成冰，万物皆可冻。今天来挑战一下雪地炒酸奶，滴水成冰。这会儿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也是一天温度最高的时候。刚烧的水，这一边刷都是冰渣子。这6个月的冬天，千里冰封，这会儿的太阳几乎是没有温度的，也主要起到一个照明的作用。舀瓢水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泼水成冰。这水是一边泼就直接冻住了，这一层都是冰。再倒几盒酸奶来尝试一下雪地炒酸奶，看能不能成功。把这火龙果倒进去，给它怼拌一下，这样炒出来更有味儿。一会儿我们看结果。再来打2个生鸡蛋，就这温度的话，估计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冻住了。你看，等给你开门啊！去吧去吧。哎呀哎呀！这锅也刷干净了，然后把这管子拽出来，烧一锅水，做一个大的冰缸。这一会儿的功夫还没到半个小时，差不多也就有个20来分钟。这鸡蛋跟酸奶都已经是冻得当当硬了，怼都怼不动，比这冰箱冻得还快还结实。水烧开了，给它舀出来，然后晾一晾，做一个大一点的冰箱。试试这样做出来的冰箱会不会透一点？之前用凉水连着做了7、8个冰桶出来，做的都是太厚了，而且还不透。试试把这个水烧开了做会不会好点？然后再撒几个小花瓣，这连着做了9个出来，不过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透亮，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但是它一点也不影响使用，把它一块一块的给拼起来，拼一个大一点的冰箱。把这豆饼也装里边，不然太招老鼠了，别一开春的这豆饼都被老鼠给吃了。这豆饼有点太宽了，咧出来一个大口子，然后撅2个冰瘤子给它堵住，用这天然的胶水给它呲2下就粘住了。最后再把这个盖儿给扣上，这回这老鼠是吃不着了，妥妥的。就这大冰箱的话，用到来年的3、4月份都不是问题。天然冰箱里的豆饼是怎么来的呢？继续看。今天带大家看看东北农村是怎么榨豆油的，看看我家这一车豆子能出多少油。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点，天都已经开始黑了。胖我俩老早就吃完晚饭了，夜生活这10几个小时也没有啥事儿，躺下的话又太早，也是扒拉手机，睡也睡不着，找点活干。加油前得先把这个豆子给挑挑，这豆子还是下雪前整的，结果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这车也就走不了了，一直拖到了现在。这排队也排了好几天了，然后昨天来电话让明天一早给拉过去，得赶紧给它挑出来，不然这豆子太埋汰了，里边有土筷子坏的，还有一些皮子啥的都有，榨出来也不干净。胖我俩是咕噜了6个来点，才把这500来斤豆子给咕噜完。
第二天一早这天刚亮，我俩就赶紧起来了，然后装车收拾收拾，赶紧往过走。看这一早有多冷吧，这帽子上面都是霜了。这手机掏出来这一刻，手都直接冻得没知觉了。到这儿是正好8点多一点，大哥他们已经在忙活了。这屋里边都是热气腾腾的，真是一个夏天一个冬天，这屋里老热了。进屋缓了一下，就开始忙活了。开始第一道工序，称完重，把这豆子放机器里边压成碎，再到这个锅里边蒸一下，然后倒出来压成豆饼。最后就是上这个机器，然后压油了。这油都是这么一滴一滴的压出来的。炸豆油的话分生炸跟熟炸，我们选的是熟炸，炸出来之后没有豆腥味儿，但是出油率的话没有生炸那么高。压了5、6个点也压好了，先把这个豆饼给卸下来，然后开始装油，再粉一袋豆饼。我家是就2鸡，也吃不了多点，都粉回去的话也不好放，还怕招老鼠，剩下的都整着拉回去，然后明年再来粉。真要走了，这3轮还打不着了。大哥忙完又赶紧帮忙给推屋里，然后又抢起才打着的。到家这天都已经黑了，用这个鲜榨的豆油做一个南瓜粥，尝尝咋样？再拌一个豆腐，看这油色都是金黄金黄的。大葱拌豆腐。我家是400斤的豆子，出50斤多一点的油，核算是100斤豆子，然后出12到13斤的豆油，还剩一大堆豆饼子，来年可以喂一些鸡鸭鹅啥的。然后还有一个加工费是3毛钱1斤，你们觉得这样炸的话合适吗？大家或许有个疑问，东北地区猫冬半年，生活来源是什么呢？来看接下来的影片，或许能找到答案。在东北，1个月花销大概要多少钱呢？其实如果没有人情往来随份子的话，1个月500块钱足够了。首先，青菜是园子里种的，吃什么种什么，吃不完的还可以晾干冷冻，保存起来冬天吃。粮食也是自己种的，家家户户都有水稻田。家禽呢是自己养的，不管是蛋还是肉都不用花钱。有的人家还会养年猪，自然猪肉也是没有城里买的多。房子是自己盖的，没有房租，所以如果你不想花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是必须要花钱的。如果你感觉累了，不妨来我们这里过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租一套带院子的房子，1年的房租500块钱，再包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没有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但是抬头就能看见满天的星星。没有车水马龙，但是你可以坐在自家的门口柳树下，一边吃饭一边乘凉。一切仿佛都很慢，一切仿佛都不着急，既平静又舒心。这样的生活，你动心了吗？在东北这样的小山村啊，1年的开销是多少？如果没有孩子啊，1年有5000块钱就够了；如果有孩子，1年1万块钱，我觉得也够了。因为东北的物价比较低嘛，尤其是黑龙江的农村，我们这边呢盛产大米，大米自己种不用花钱。菜呢，每家每户呢都有几亩地的大菜园子，像茄子啊、辣椒啊、土豆啊、白菜呀、萝卜呀、豆角啊、黄瓜呀，你都能自己种。冬天如果怕没菜吃呢，我们就会冬储一些菜呀，放在菜窖里边，能吃到明年的开春5月份前后。如果你懒不想种这些菜呢，你去菜市场买也就几毛钱1斤。我们这边大白菜3毛钱1斤，土豆大概是6毛到7毛吧，大葱呢大概是2毛钱。猪肉大概是9块91斤。像在农村啊，最大的开销，我认为第一就是礼份子，第二就是取暖费。在我们农村啊，婚丧嫁娶啊，随礼最少是100，最多的呢是1000。礼份子呢会占到1年当中呢很大一部分，然后就是取暖费了。自己买煤炭呢，一冬天你最起码要烧2吨煤。当然了，这个钱呢是完全可以省下的。夏天的时候呢，你去树林或者树地里边捡一些树枝啊、木头啊，冬天来取暖。还有这玉米芯呢，是200块钱1大车。如果你自己家种玉米呢，那你就烧自己的玉米芯就行了。这些呢也基本都属于免费的。咋样，南方的朋友，你们觉得在东北的农村小山村，1年5000到1万块钱的开销花费算不算高？我们呢在评论区一起探讨探讨。中国东北地区农村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主要开销包括食品、住房、取暖、交通和医疗等。农村居民多自给自足，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减少食品支出，购买的食品价格也相对便宜。例如，在一些地区，猪肉价格约为11至12元每斤。东北农村多为自建房，住房成本较低。如果需要租房，每月租金可能在1000元左右，购买房屋的价格则在几十万到上百万元之间，视具体位置和房屋条件而定。
东北冬季寒冷，取暖是必要开支。农村多采用烧煤或生物质取暖，费用相对城市集中供暖低廉，但仍占一定比例。农村地区公共交通不发达，居民多使用自行车、电动车或摩托车，交通费用较低。但若需前往城市，可能产生额外费用。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费用有一定报销比例，但仍需自付部分费用。老年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在100元至300元不等，用于日常生活和医疗支出。总体而言，东北农村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收入水平也相对有限。以辽宁省为例，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48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6040元。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数据可能因地区、家庭情况和个人消费习惯而有所不同。此外，近年来农村经济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生活成本可能随之调整。这样的生活看似简单，但它包含了一种质朴的幸福。东北农村人用勤劳和智慧把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或许城市的繁华令人向往，但农村的生活也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不仅是节约成本，更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在喧嚣之外，有一种回归本真的宁静。感谢你看到了这里，希望这些关于东北农村生活的分享能让你对另一种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在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圣诞节，无论你身在城市的霓虹下，还是乡村的炊烟旁，都希望我的祝福能为你带来片刻的温暖与平静。生活可能平凡，但节日的光芒提醒我们，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感谢你的陪伴，未来的日子我们也会一起分享更多的故事和美好。愿你的圣诞节充满笑容，愿你爱的人都平安健康，愿这个季节的祝福成为你新一年的力量。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和我一起感受更多的温暖瞬间。圣诞快乐，我们下一期再见。